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最近中國同菲律賓之間關於南海嘅島嶼爭奪，熱度咧最近都非常之高嘅，而且隨住菲律賓各種嘅挑釁行為越嚟越嚴重，菲律賓方面仲喺呢幾日宣布到原來佢哋早就已經有一個奪取我國黃岩島嘅計劃噶啦，咁就已經說明咗菲律賓嘅呢個心思。而家唔單止要同中國搞摩擦，甚至仲想到咧係侵佔中國嘅主權添。而就喺呢個時間，竟然咧就有一艘菲律賓嘅船隻喺南海被一隻神秘不知名嘅船隻撞沉喎。咁究竟呢件事同中國以及係菲律賓之間喺黃岩島嘅摩擦有冇關係呢？而黃岩島對於中國嚟講又有啲咩意義？喺南海嘅戰略佈局裏面，佢係擔當住一個點樣嘅角色嘅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一一咁去拆解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12月21號至1月2號嘅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今晚禮拜4晚就有我哋嘅新潮文直播，時間就係晚上嘅10點鐘，到時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記得做齊新潮文三寶，以及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最近菲律賓嘅挑釁呢，真係可以話到係越嚟越嚴重啊！菲律賓眼見喺仁愛礁嘅方向上面攞唔到着數，所以咧最近就轉攻到另外一個地方。呢一個地方呢，就係為屬於我哋喺南海中沙群島當中唯一一個會露出水面嘅大型島礁黃岩島啦。關於菲律賓喺黃岩島裏面做嘅好事以及係挑釁行為，真係可以用到罄竹難書嚟形容嘅。相信大家最近呢都有睇過呢啲新聞。而就喺最近新鮮滾熱辣地，菲律賓嘅海岸警衛隊呢就話到有一艘菲律賓嘅漁船喺穿越南中國海嘅時間呢，就被一艘身份不明嘅外國商船撞上。事件呢亦都造成漁船上面3個漁民嘅離去嘅。而根據到路透社嘅報道，呢件事呢就發生喺禮拜一嘅。事發嘅時候，呢一艘菲律賓漁船呢正在穿過中國黃岩島附近對開100多公里處航行嘅。其後呢一艘漁船被撞沉咗之後呢，就有11個船員獲救嘅。菲律賓嘅海岸警衛隊呢對呢件事就冇作出太多嘅說明，亦都冇提供到嗰艘撞沉佢哋菲律賓船隻所有關嘅詳細信息嘅。所以暫時嚟講呢，我哋仲未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國家乜嘢嘅船隻嚟到撞沉呢一艘菲律賓漁船嘅。嗱，雖然係咁樣，不過依我睇呢，撞沉菲律賓船隻嘅所屬國家應該呢就唔係屬於中國嘅，否則嘅話，以菲律賓一貫嘅作風，又點會唔大肆報導呢？不過你話呢件事究竟關唔關最近菲律賓不斷喺黃岩島作出嘅挑釁行為有關呢？其實都係有關嘅，因為菲律賓最近呢就喺黃岩島附近大量徵召菲律賓嘅漁船嘅。而肇事被撞沉嘅菲律賓漁船，亦都係可能受到菲律賓軍方面嘅號召，正在前往黃岩島期間被撞沉嘅啫。所以話到同最近菲律賓喺黃岩島挑釁嘅行為無關呢，亦都係講唔過去嘅。之所以菲律賓近期大量徵召民間嘅船隻嚟到喺黃岩島作出挑釁嘅行為，正正就係因為菲律賓佢自己亦都透露到原來佢係有一個奪佔黃岩島嘅計劃嘅。呢件事可能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大家都知道中國同埋菲律賓之間最有爭議嘅島礁呢，就一定係數到仁愛礁嘅，因為當中呢，就係一艘坐沉嘅
賴死唔走嘅菲律賓破舊登陸艦喺嗰度噶嘛。但係估唔到嘅就係菲律賓仲有一個奪取黃岩島嘅計劃。嗱，呢番話呢就並唔係一般人講嘅，呢個計劃係菲律賓嘅海岸警衛隊司令佢自己親口講嘅。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司令就喺9月26號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表示到，自從小馬可斯政府上任以嚟呢，新一屆嘅政府已經制定咗點樣再次控制黃岩島、奪取黃岩島嘅戰略計劃㗎啦。呢項奪島同埋巡邏嘅計劃，具體咧就係由到菲律賓嘅武裝部隊以及農業部下屬嘅漁業和水資源局嚟到組織執行嘅。而且菲律賓咧亦都制定咗一個詳細嘅戰略計劃去實施奪取黃岩島嘅。嗱，咁究竟呢一個計劃係點樣嘅呢？喺講呢個計劃之前，我哋一定要先了解咗黃岩島佢嘅位置同埋地形究竟係點樣嘅先。中國黃岩島以前咧就有個名就叫做民主礁嘅，喺西方世界上面咧就稱之為斯卡帕勒淺灘，佢係我哋中國整個中沙群島入面唯一露出水面嘅島礁嚟嘅。黃岩島就位於北緯15度07分，東經117度051分嘅位置。從我哋自家製嘅黃岩島位置圖睇，黃岩島就距離同屬中沙群島主要組成部分嘅中沙環礁大概相約320公里嘅，而黃岩島向北距離我哋香港呢就係877公里。至於喺另外一個方向東面嚟計呢就緊要啦，黃岩島距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只係短短嘅350公里嘅啫，而同樣地向東距一個更加短嘅距離，佢只係距離到美軍嘅駐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仲只有262公里咁短，可以話到係相當之近㗎啦。黃岩島嘅主權唔使多講，當然係屬於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行政管轄亦都係屬於到中國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島辦事處嘅。自從2012年開始，中國咧就已經嚟到實控黃岩島㗎啦。而黃岩島以東相隔住菲律賓嘅咧就係一條幽深嘅海溝，個名咧就叫做馬尼拉海溝，佢嘅最深處咧仲可以達到5400米咁深。馬尼拉海溝可以話到係中國中沙群島同菲律賓一眾群島之間嘅自然地理分界線嚟嘅。嗱，頭先講過黃岩島咧就係中國南海中沙群島裏面嘅唯一露出水面嘅島嶼。其實黃岩島咧係發育於3500公尺深嘅海盤上面嘅，係一個深海裏面巨大嘅海底山峰所露出嚟嘅水面部分嚟嘅。呢群露出水面嘅環形礁盤呢，就好似一個揼揼框咁樣，礁盤周長呢就大概係55公里，都相當之長下。而整個礁盤加起上嚟呢，亦都有150平方公里咁大，外形呢就呈住一個等腰嘅直角三角形嘅。所以黃岩島嘅面積係相當之大嘅，亦都係南海咁多礁盤入面數一數二咁大嘅。嗱，黃岩島所露出到嘅水面環形礁盤呢， zoom 近啲睇，喺佢嘅四周咧就有星羅棋布嘅礁塊露出，每一塊嘅呢啲礁石表面呢，大概佢嘅大小咧就係1至4平方公尺左右，就係由咁多嘅呢一啲露出水面嘅細小礁石就造成到整個黃岩島嘅大概輪廓出嚟㗎啦。其中咧，以黃岩島北南兩端所露出水面嘅礁石塊咧就最為密集嘅。黃岩島北邊就稱之為北岩，南邊咧就稱之為南岩。北岩以及南岩咧就係集中咗最多黃岩島露出水面礁石嘅部分嚟嘅。而整個黃岩島入面，佢嘅內部咧就係一個面積相當於130平方公里，水深咧圍到係10至20米嘅一個潟湖嚟嘅。喺潟湖嘅東南端，大家可以見到呢幅圖，佢咧係有一個出口連接住外面嘅大海嘅。咁呢個潟湖嘅入口咧，大概佢嘅闊度就長約400米，水深咧亦都可以係去到9至11米嘅。就係透過呢個口，中型嘅漁船同埋小型嘅艦艇咧，亦都可以游到呢一個潟湖嘅入口嚟到進出潟湖與大海之間嘅。傳統我國嘅漁民呢，一般喺歷史上嚟講呢，就喺黃岩島進入到潟湖裏面呢，從事漁業作業嘅活動，去到嗰度捉下魚啊，以及係
用到黃岩島裏面嘅潟湖嚟到遮風擋雨，躲避颱風嘅。如果企喺黃岩島上面環顧四周嘅話，整個礁盤好多嘅地方呢就十足十一個淺灘一樣。但係如果你由海底入面睇翻上去嘅話呢，黃岩島就係一個實實在在嘅陡峭海底高山嚟嘅。頭先我哋講過啦，黃岩島係由海底高山所露出水面嘅部分而組成啊嘛，所以一旦離開黃岩島，礁盤大概10公里範圍外咋，佢個水深呢就會由幾十米嘅水深一下子呢就會去到成3000米嘅深海咁深噶啦，因為佢係一個陡峭嘅海底高山嚟嘅。咁好啦，喺了解完黃岩島嘅地理位置同埋佢嘅地形之後，我哋就嚟講下菲律賓呢個奪取黃岩島嘅詳細戰略計劃，大家咧就會知道佢玩緊啲乜嘢噶啦。嗱，整個菲律賓嘅奪取黃岩島戰略計劃嘅第一步咧，就係要先進入到黃岩島裏面嘅潟湖入面，就為之佢嘅第一步嘅。而家我哋睇翻幾日前嘅新聞，就會知道啊，菲律賓佢的確係咁樣做嘅。喺過去嘅一段時間，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以及係嗰啲被徵召嘅漁船，就一直嘗試靠近潟湖嘅。佢哋點樣做嘅呢？一般嚟講，佢哋一般咧都會先用到菲律賓嘅海岸警衛隊船嚟到開路先嘅。喺海岸警衛隊船隻先做探路嘅角色，然之後咧就會嚟到去集結數量眾多嘅菲律賓漁船。就講幾日前，菲律賓咧就已經喺黃岩島外圍集結咗超過50艘嘅菲律賓漁船噶啦。嗱，呢啲咁嘅漁船呢，首先佢哋就會扮晒平民咁樣啦，嚟到去碰瓷中國海警嘅。由於佢哋數量眾多，一時三刻咧真係可能會走漏幾隻噶。喺集結到大量嘅菲律賓漁船之後呢，佢哋就會作出分散，然之後咧試圖去到企圖闖入呢個中國黃岩島裏面嘅潟湖噶啦。咁當然啦，中國海警通常都唔會放過呢啲菲律賓漁船嘅。喺呢個時間，如果中國海警上前阻止嘅話，呢啲有心嚟到碰瓷嘅漁船呢，就會立即充當受害者嘅角色，充當呢啲弱者嘅角色，目的呢就係要製造到中國仿如係一個國際惡霸嘅形象。喺呢個時間，當然唔少得菲律賓已經預先邀請咗嚟到進行現場擺拍嘅西方記者啦。有呢啲已經一早部署好嘅記者之後呢，就會將現場嘅畫面經快速修改之後就會立即發到去全世界，用到嚟製造輿論壓力嘅。咁如果好彩，一旦成功闖入中國黃岩島嘅潟湖入面嘅時間菲律賓就會採取住一個賴死唔走嘅戰術，甚至乎亦都會強行喺島上面搭建臨時嘅設施嚟到實現佢哋佔領黃岩島嘅計劃嘅。唔單止咁，最近菲律賓除咗派船嚟到不斷闖入黃岩島之外仲使用到空中攻勢。就喺日前菲律賓就有一架由到美國所謂援助佢嘅塞斯納小型飛機就嚟到企圖非法闖入中國黃岩島空域，試圖對我哋嘅呢座島礁同埋附近海域嘅動態進行到航空嘅攝影偵查嘅。嗱，呢架菲律賓武裝部隊嘅小型飛機仲一度逼近中國海警3105船等等嘅船隻。面對住中國海警多艘船隻，雖然菲律賓飛機最終只係飛過中國海警船嘅上空，雙方冇發生到大嘅衝突，但係鑑於呢一啲飛機都係進行到超低空嘅飛行，雙方嘅距離其實係非常之近嘅。呢一個舉動無疑係挑釁味相當十足。仲有大家須知道菲律賓嘅飛機做出呢啲超低空嘅飛行舉動，如果一旦有啲咩起事上嚟嘅時間隨時都會同我哋嘅海警船作出相撞咁樣佢哋菲律賓嘅飛機損失唔緊要，最緊要嘅就係佢會撞到我哋中國嘅海警船，同埋使到我哋海警船上面嘅人造成受傷同離去嘅後果係不堪設想嘅。所以菲律賓而家都可以話到係一步一步嚟到實現到佢哋呢一套所謂嘅黃岩島奪取計劃。不過有時啲嘢報應真係話咁快到嘅。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到被菲律賓軍方所徵召到前往黃岩島嘅菲律賓漁船被一艘不知名不明國籍嘅船隻撞沉咗之外原來最近呢架由到美國所援助到嘅小型飛機亦都諗住喺起飛前往黃岩島搞事之前，就喺宿務機場嗰度起飛失敗，然之後墜落受損嘅。
兩單嘢真係夾埋都係咁巧。前嚟搞事嘅菲律賓漁船被撞沉，前嚟搞事嘅飛機呢，亦都無啦啦自己起飛失敗炒機喎，真係可以話到呢，報應話都冇咁快就發生喺佢哋嘅身上。不過菲律賓所做嘅核突嘢又何止係咁樣呢？喺之前菲律賓呢就發佈咗一個視頻，正確啲嚟講呢，應該係一個假視頻至啱。呢個假視頻裏面呢，就由到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入面呢，有一個人就潛咗落水，就話到呢，自己已經剪斷咗中國嘅阻攔浮網啦，而且仲表現得相當之得意，沾沾自喜添。其後呢一段假視頻呢，就迅速被打臉。喺9月27日，中國海警就喺深夜發表官宣，就話到呢，菲律賓所發佈嘅呢個所謂拆除中方阻攔浮網嘅呢段視頻呢，完全係捏造事實，自編自導自演咁話噶。嗱，其實呢個視頻佢真係錯漏百出嘅。經過我自己深入去到睇呢，佢總共起碼都有3個破綻位。喺呢度呢，就同大家講下啦。首先，菲律賓所發佈嘅呢一個視頻就展示咗一名潛水員或者叫所謂嘅潛水員呢，就喺水下剪斷呢個阻攔浮網嘅。但係從呢條片段裡面嘅畫面，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個阻攔浮網，反而只係一條普通嘅繩索啫。睇翻真實嘅中國阻攔浮網嘅影片，以及由到海警方面所發佈嘅照片，我哋可以睇到真正嘅中國阻攔浮網係有一個白色嘅浮波喺上面嘅。但係好明顯，菲律賓嘅呢條視頻所公佈到嘅畫面呢，根本就冇一啲白色嘅浮波喺呢條繩上面嘅，亦都冇公佈到係剪斷晒啲浮波嘅嗰一段錄像，連7像都冇啊，只係得條爛繩啫。所以呢一條根本就唔係真正嘅中國阻攔浮網嚟嘅。再講啊，影片入面嘅呢個人就係我哋俗稱嘅徒手浮潛人士嚟嘅，根本就唔係咩嘢所謂嘅特種潛水員，好似一個呢一啲完全冇任何專業潛水裝置嘅人，喺毫無任何裝備嘅情形底下，正常人咁樣去潛水嘅話呢，最多俾盡去潛到5米都好叻噶啦。但係正如我頭先講過啦，點解我哋要先了解黃岩島嘅地形啊？就係因為黃岩島係一個海底高山所露出水面而形成嘅島礁嚟嘅。呢個海底高山相當陡峭，所以黃岩島周圍嘅水深一離開島礁範圍之後呢，就會呈住一個差唔多90度垂直下降咁樣嘅勢咧，嚟到向外海伸延，亦即係話到啊，一出咗黃岩島島礁範圍以外，佢周圍嘅水深咧就已經係會去到幾十米，甚至乎再出少少就已經係去到上千米水深噶啦。而我哋所放置嘅呢一啲阻攔浮網嘅位置咧，大概就係喺黃岩島潟湖入口嘅位置，就嚟到防止眾多嘅菲律賓漁船萬一走漏眼嘅時間，就俾佢哋乘虛而入，進入到黃岩島潟湖嘅。我哋嘅呢個阻攔浮網咧，大概就係長300幾米嘅，就用到嚟攔住潟湖同海之間嘅入口。好啦，如果以咁樣計算，潟湖同埋外海相連嘅呢一條通道，水深起碼都有10幾米以上嘅，再出啲嘅話咧，就更加唔止啦，幾十米都有嘅，佢嘅呢個水深。所以除非菲律賓係嚟咗個超人，又或者佢學似美國咁，突然之間多咗個唔係美國隊長，叫菲律賓隊長啦。否則嘅話，正常人根本冇可能下潛到咁深，仲可以咁輕鬆、咁淡定咁去割斷一啲嘢。呢個根本係正常人做唔到嘅，菲律賓隊長先得嘅啫。而且我哋可以睇翻菲律賓所公佈到嘅呢條片當中嘅截圖，你睇下佢所潛到嘅深度，嗰個海水嘅顏色呢，黃岩島周圍嗰啲水深係呈住深藍色嘅，因為已經係進入咗深海範圍啦，喺佢嘅黃岩島嘅周邊。但係呢條片嘅畫面所顯示到嘅水深呢，就係好淺色嘅喎，亦即係話呢條片根本就係造假都唔用腦，求其揾個淺海嘅位置嚟到拍攝嘅啫。條片裡面嗰啲水嘅顏色係淺藍色嘅，黃岩島周邊海域係深藍色嘅，根本連海水顏色都唔係嗰個樣。呢度又一個破綻，而且如果睇晒成條片嘅話，就會知道呢個所謂嘅菲律賓特種部隊裡面嘅蛙人呢，佢最多所潛到嘅水深呢，都係大概2米左右嘅啫，唔使1秒多啲啊，
佢就已經係潛到佢想割斷嘅嗰條繩嘅咁嘅位置，而且正如我話齋，佢連裝備都冇嘅，一口氣就潛落去，再割斷埋，仲要喺水底下面調校埋鏡頭，所以咧根本只係一個好淺水嘅位置去到做呢件事嘅啫。呢條片段裡面嘅海域分分鐘用到嚟跳水嘅嗰啲泳池都比佢仲更加要深。而另外嘅破綻就係，正如中國海警話齋啦，我哋所放置到嘅呢一個阻攔浮網所放置嘅日子咧就係9月22日嘅，而喺成功阻撓到呢啲菲律賓漁船進入到黃岩島潟湖之後，我哋就喺第二日23號就已經將呢個阻攔浮網收起咗啦。根據中國海警所發布嘅一篇聲明，佢裡面係咁樣講嘅：中國海警依法管控，並且針對菲律賓船嘅衝撞就臨時布放咗阻攔網具。嗱，請聽住啊，臨時呢個字啊，然之後咧就話到喺黃岩島潟湖入口，防止菲律賓船隻企圖闖入潟湖。到了9月23日，中國已主動收回阻攔設施，恢復常態管控。嗱，連官方嗰邊都係話到，佢用咗一日咧就已經將呢個臨時嘅阻攔工具咧就已經收翻起啦，連圖都有埋，唔單止公告咁簡單，就係呢幅圖啦。呢一幅咧就係根據官方所公布到嘅，已經主動收回中國阻攔浮網嘅一個畫面，真係切切實實已經收起咗噶啦。咁又試問點樣俾菲律賓割斷呢？而且我哋可以從呢幅真正嘅阻攔浮網嘅圖片呢，我哋就可以睇到啦。成個浮網除咗有一啲浮波連接住一啲繩之外，而且最重要嘅係乜嘢啊？就係講到明呢個係一個浮網嚟噶嘛，當然就梗係有啲漁網去到連接整條浮網啦。據聞呢啲漁網嘅深度呢都有翻咁上下嘅，喺水面睇就好似一條繩連住啲浮波咁樣，但係喺佢嘅水底下面嘅位置呢，就係一個大網嚟嘅，咁樣先至能夠有效去到阻攔一啲想企圖闖入黃岩島潟湖嘅菲律賓船隻。當呢啲菲律賓船隻想強闖嘅時候啊，一旦撞上浮網，浮網就會將佢哋嘅船身纏住，或者係纏住佢哋嘅螺旋槳車葉嘅，咁樣先至係阻攔浮網能夠阻到船隻嘅主要功效啊嘛。但係菲律賓所公布到嘅呢條片，除咗佢扮晒嘢割斷嘅嗰條繩係冇任何浮波喺上面之外，而且亦都冇任何嘅網狀物體喺呢條繩上面。呢度又係一大破綻。最慘嘅就係啊，出貓都唔緊要啦，唔用腦嗰下先至死啊嘛，連條繩嘅顏色都搞錯埋。菲律賓所 cut 嘅嗰一條繩係啡色嘅，中國嘅阻攔網具咧就白色嘅。你班友咁蠢，點做壞人啊？做翻好人好過啦。而最後一個大嘅破綻位就係真正嘅中國阻攔浮網，喺佢嘅兩頭咧都係由中國嘅海警船隻嚟到去拉住嘅，咁樣先能夠佈置得到嘅。而菲律賓所公布嘅片段又冇中國海警船隻嘅身影出現，更何況喺中國海警船隻兩頭拉住呢個網具嘅時間啊，又豈能咁輕易俾你割斷啦？最多就隻眼開隻眼閉，你游到埋去當你係魚網住咗，都唔救翻你嘅啫。由於菲律賓所公布嘅呢條片段實在太多破綻位啦，除咗俾中國海警立即踢爆之外，其實亦都係受到多方嘅質疑嘅。嗱，可能菲律賓人事後咧都覺得咁樣俾人踢爆實在太過醜怪啦。原本佢係諗住拎呢條片呢，就嚟到刺激佢菲律賓國內嘅民粹嘅。不過可能菲律賓人事後都覺得太醜怪，所以就立即喺之後補飛，就發布咗一張呢由到菲律賓記者徒手游水進入到中國阻攔浮網嘅照片。嗱，呢張照片呢就真實啲啦，起碼都見到個浮波，而且喺條繩下面呢都應該係有一啲網具嘅，亦都見到一個菲律賓記者疑似咧喺度做緊直播，不過都於事無補噶啦。成件事菲律賓咧已經醜態盡現。其實菲律賓方面咧都幾自相矛盾嘅，甚至乎可以話係自打嘴巴。佢所提出對黃岩島擁有申訴權嘅證據咧，都係站唔住腳嘅。點解咁講呢？嗱，大家都知道啦，菲律賓就喺早年嘅時候咧，搞咗一個所謂嘅南海仲裁案嘅。呢個南海仲裁案裏面就可以話到咧，係由菲律賓同埋美國喺後面一手操控，
一齊操作嘅。南海仲裁案裏面咧本身就話到，如果當潮漲嘅時間，嗰啲冇高出海面嘅島礁咧係唔具備到領海嘅申訴權嘅。南海仲裁案裏面本身都係咁樣講。咁好啦，既然菲律賓一直都以呢個所謂嘅南海仲裁案作為依歸，係承認呢一個仲裁嘅，但係佢就忘記咗好似黃岩島、仁愛礁以及係鐵線礁同埋仙賓礁呢一啲島礁，其實都係一啲海水潮漲嘅時間冇高出水面嘅島礁嚟嘅，都係咁樣嘅情況嘅。所以如果依照翻南海仲裁案嚟睇，菲律賓其實係唔具備擁有申訴呢啲領土主權嘅資格嘅。咁你話菲律賓你自說自話，話黃岩島係你噶嘛？但係你又承認南海仲裁案，但係你又唔跟南海仲裁案裏面嘅內容去做嘅，咁咪即係自打嘴巴。呢點係第一點啊。南海仲裁案係你自己承認嘅，嗱，我哋中國咧就冇承認過嘅，所以我哋係唔承認依定義嘅。而第二點嘅就係，其實自從黃岩島喺2012年之後嗰次所發生到嘅黃岩島事件之後，亦即係嗰一單由到菲律賓軍方喺黃岩島潟湖裏面企圖圍堵我哋嘅漁民，趕走我哋嘅漁民，後到嚟咧由到中方所派出嘅軍艦以及係海警船隻前往救助保護我哋嘅漁民嗰一單嘢之後啊，喺2012年嘅5月份開始，黃岩島直至今日都一直處於中國嘅實控管理權範圍之內嘅，係由我哋中國所實控嘅。10幾年嚟啦，其實我哋中國一直對菲律賓都好忍讓嘅，好似黃岩島咁計，其實我哋係准許菲律賓嘅漁船去到嗰度打魚嘅，一直都係允許嘅。不過如果菲律賓船隻要進入到黃岩島打魚嘅話，係要事先申請，經過中方嘅同意之後咧，先至可以入去嘅。不過潟湖裏面咧就唔俾你入噶，只有特殊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俾你入嘅啫。例如係乜嘢啊？例如係喺一啲人道主義嘅情況底下，譬如係遇上颱風要入到去潟湖裏面避風，又或者係遇上一啲船隻嘅機件故障，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嘅情況底下咧，係可以臨時俾你進入到黃岩島嘅潟湖入面嘅，但係都要事先經過中方嘅同意先至得嘅。原本喺過往中國同埋菲律賓嘅蜜月期入面，亦即係喺前總統杜特爾特時代，喺杜特爾特當政期間，中國同埋菲律賓喺南海嘅問題上面表現都係相當融洽，雙方之間嘅默契咧，亦都係比較好，相安無事嘅。喺嗰陣時，雙方嘅漁船喺黃岩島附近，亦都係相處融洽。但係而家點啊？而家係你菲律賓首先嚟到主動要破壞過往嘅呢一種和諧先嘅。當然，菲律賓之所以要咁樣做，嗰個動機同埋背景，大家都好清楚，就係因為菲律賓以為而家美國人對佢支持嘅力度相當之大，所以就造成咗菲律賓人有一個誤判，佢哋總以為美國人無論係咩嘅情形底下，都肯定會幫助佢哋嘅，所以佢就越嚟越大膽，越挨就越埋，仲想搞挑釁，甚至乎係奪取黃岩島添。但係菲律賓人似乎已經忘記咗，乜中國真係會驚美國喺南海對中國所進行到嘅威脅咩？即使喺台海呢個咁複雜嘅環境，中國都未驚過啊，仲會怕你美國佬喺南海搞事咩？須知道而家嘅南海係中國佔有絕對軍事優勢嘅地方。如果話到菲律賓喺仁愛礁嗰度都仲有一艘破舊嘅爛船坐沉喺仁愛礁嘅島礁上面，雙方都叫做呈住一個膠着狀態嘅話，咁黃岩島嗰度呢個故事絕對唔係咁樣。黃岩島呢一刻係由到中國絕對控制嘅狀態底下嘅情況，同仁愛礁唔一樣。但係偏偏呢個時間呢，菲律賓就諗住玩聲東擊西，諗住中國集中精力保護仁愛礁嘅上面嘅時間呢，就嚟到轉移視線，轉移到另一個戰線，去到打破中菲之間喺黃岩島海域上面嘅平衡，嚟到挖取更加多嘅利益。當然，我哋中方係唔會允許咁嘅事情發生啦。一旦菲律賓要強行進入黃岩島嘅潟湖，我覺得到時我哋中方咧肯定係會採取住強硬嘅措施嘅。比如就係話到我哋嘅海警船
無論點樣撞都好，都會撞翻佢出嚟，甚至乎仲會不惜一切嚟到拘捕一旦進入到黃岩島潟湖裏面嘅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嘅成員，以及係嗰啲唔知係真係平民定假平民嘅漁民，無論點樣都好，一律都會將佢拘捕起上嚟嘅。咁當然啦，如果個局勢係去到咁樣嘅時間，菲律賓不顧一切去到執行佢呢一個佔領黃岩島裏面嘅戰術嘅話，咁樣再伸延落去，就唔單止係用海警船去撞或者係拘捕相關人員咁簡單啦，甚至乎雙方咧仲會去到提升到另一個層面，呢個就係可能爆發武裝衝突嘅層面啦。因為好簡單，如果菲律賓強行進入到黃岩島潟湖嘅話，其實就等同於搶佔我哋一直實控住嘅黃岩島咁嘅意思，係冇分別嘅啫，亦即係侵佔我哋嘅領土。其實菲律賓佢自己亦都簽署咗喺2002年已經生效嘅，由到中國同埋東盟10個國家所簽署到嘅南海各方行為準則，菲律賓佢自己都有簽嘅。根據到行為準則度表示，東盟10國同埋中國都承諾到喺2003年之後就唔會再進佔新嘅島礁噶啦。咁樣呢個時間，如果菲律賓要實行佢搶佔黃岩島嘅戰術，咁其實咪即係等同於佔領新嘅島礁。到時候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順出師有名，中國其實係為咗維護到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當中嘅規條，先至去喐你菲律賓嘅啫。因為你違反咗2003年之後不再進佔新島礁嘅呢條規則啊嘛，我哋絕對係出師有名嘅。咁就更加唔好講到，除咗維護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之外，仲要維護埋我哋嘅主權啦。因為你而家係侵犯緊我哋嘅主權啊嘛，所以一旦你菲律賓夠膽喐手，我哋都係攞正牌喐你嘅。到時你揾幾多個外國記者擺拍都冇用。嗱，而家嚟講咧，菲律賓強行佔領嘅可能性就有以下幾種戰術嘅，比如就係話到重施故技啦。點樣重施故技法啊？再上演多一次仁愛礁坐沉登陸艦嘅事件，再嚟多一艘爛鬼船嚟到去登陸，喺佢進入到黃岩島潟湖裏面啊，就進行到搶灘登陸，然之後就坐沉喺嗰度。不過呢一個可能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低，因為而家就有我哋24小時喺嗰度值班嘅海警船，就喺黃岩島嗰度咧24小時值班嘅，好似今次嘅事件咁。點解我哋要放置呢個阻攔浮網喺黃岩島潟湖入口嘅出面？當中嘅原因咧，其實都係為咗菲律賓船隻強行闖入潟湖，然之後坐灘登陸而設計嘅戰術嚟嘅啫。所以如果菲律賓想派船隻強行闖入潟湖，然之後再坐灘喺嗰度咧，難度係比較大，可能性係比較低嘅。而另外一個版本，菲律賓可能會用到嘅就係一個比較易嘅戰術，同樣都係值得我哋高度防範嘅，就係菲律賓咧好有可能佢唔會使用到進入潟湖嘅呢個戰術啦，反而佢就揾過另外一啲地方，例如係整個黃岩島礁盤其他邊緣邊嘅地方。由於黃岩島礁盤面積相當之大，所以要派到船隻去將整個黃岩島完全包圍嘅話咧，就冇乜可能嘅。呢個時間咧，好有可能菲律賓就可以乘機揾出一啲漏洞，就求其揾一個黃岩島礁盤嘅邊緣位置，就突然之間用到漁船或者其他唔同軍方嘅船隻嘅艦隻去到搶灘登陸，或者進行呢個坐灘登陸嘅。如果玩到咁樣嘅時間呢，其實同樣都係會造成到第二個破船坐灘事件嘅，仲要係喺中國有人駐守依個島礁嘅時間發生添。若然係咁樣嘅時間情況就會非常之嚴重啦。因為以今時今日嘅中國嚟計，中國係絕對唔會再容忍噶啦，好有可能就會嚟到立即拆除你菲律賓呢一艘搶佔島嶼嘅船嘅。畢竟仁愛礁成功俾菲律賓入到位，俾佢成功用一架馬德雷山號坐沉，原因都係因為喺嗰個年代1999年嘅時候，大家都知噶啦，當陣時時代背景比較複雜，亦都係正正喺菲律賓使用到呢個坐沉戰術嘅嗰一日，就係我哋中國駐南聯盟嘅大使館俾美軍炸毀嘅嗰一日嚟嘅。當陣時中國為咗要處理頭號嘅中美關係，所以先至分身乏術俾你成功入位嘅啫。但係到咗今時今日，中國國力已經唔同當年啦。就算嚟多幾單
重要嘅局勢變化都好啊，菲律賓都好難重施故技。即使係俾你揾位泊到架船入嚟坐沉喺黃岩島嘅礁石邊緣都好啊，中國都絕對係唔會容忍嘅。當然啦，如果真係去到咁樣嘅情形底下，就可能要出動真架撐噶啦，甚至乎係會使用到火炮射擊。喺呢個時間啊，局勢就會向住惡化嘅方向嚟到發展。嗱，千祈唔好以為如果我哋向到呢啲菲律賓坐沉船隻開火，就係代表咗破壞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啦。因為好簡單，而家係菲律賓方面首先打破呢個宣言嘅約定。就正如我之前咁講啦，佢自己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司令都公布咗一個搶佔黃岩島計劃，有晒片影晒出嚟嘅，而且仲喺行為上面做埋出嚟，咁樣亦即係代表咗菲律賓首先打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嘅約定啦。到咗嗰陣時，中國就唔需要拘泥於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嘅束縛啦，因為責任咧應該係由菲方嚟到負責嘅。不單止係咁，其實同一時間，如果菲律賓真係夠膽咁樣做，其實變相嚟講咧，菲律賓亦都係促使到我哋中國全面收翻我哋喺南海裏面被佔據島嶼嘅好機會嚟嘅。咁到時我哋可以收翻啲咩島呢？比如就話到喺70年代嘅時間，由台省軍隊拱手相讓菲律賓嘅中業島啊。中業島係一個咩島啊？中業島佢係一個名副其實由到自然形成嘅島嶼嚟嘅。喺中業島都冇經過吹沙填海嘅情形底下，佢嘅自然形成面積雖然只係得0.33平方公里，但係中業島咧都已經係整個南沙裏面僅次於而家仲有台軍駐守嘅太平島裏面嘅南海第2大自然島嶼嚟嘅。而喺呢個島嶼上面，而家咧仲有一條長約1500米嘅混凝土飛機跑道嘅。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喺1971年嘅4月份，因為遇上颱風嘅關係，當時嘅台省軍就為咗躲避颱風，就宣布到本來駐守喺中業島上面嘅士兵全面撤離，全部咧都撤離往隔離嘅太平島躲避颱風嘅。而喺呢個時間咧，菲律賓就有機可乘，菲律賓咧就專做呢啲嘢嘅，佢立即就趁機咧嚟到佔領咗中業島。而當颱風過後3個月之後本來諗住施施然翻去駐守陣地嘅台省軍呢，就竟然喺嚟到中業島嘅時候，發現到原來中業島咧已經俾菲律賓所派駐嘅人搶佔咗啦。呢個時間咧先至恍然大悟。嗱，當陣時咧，當台省軍發現到呢單嘢嘅時間咧，都算叫做有少少骨氣嘅，起碼好過而家啲台省軍啦。起碼佢都知道呢啲係外敵嚟嘅。當陣時駐守南海嘅台省軍隊咧，就嚟到自行決定將呢啲非法侵佔島嶼嘅菲軍就對住呢啲菲律賓軍隊開炮嘅。其後大概用咗差唔多1個鐘，當陣時嘅呢啲台省軍隊咧就將島上面霸住中業島嘅菲軍就嚟到全殲噶啦。點不知到咗呢個時間，突然之間咧呢一紮台省軍隊佢哋嘅艦隊咧就收到所謂嘅上級指示喎。當陣時咧台省當局就以唔好挑釁鄰國為借口，就話到咧唔好製造台省鄰國嘅緊張氣氛就應該將槍口咧一致對外，要集中火力嚟到對付翻對岸咁話嘅。所以就喺呢個時間，呢紮台省軍隊咧就收到要立即撤回中業島嘅決定，所有嘅台省軍人咧都要翻去太平島嗰度，唔准再打菲律賓軍隊啦。就係因為一個當陣時台省當局嘅賣國決定，所以中業島咧就再次拱讓咗俾菲律賓嘅手中，直至到今時今日啦。嗱，其實中業島嘅位置咧係十分之重要嘅。中業島嘅位置有幾咁緊要呢？我哋去翻一幅圖先。嗱，圖中就顯示到中業島嘅位置，佢距離菲律賓嘅巴拉望島，亦即係喺年頭時分，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嚟到親自出訪巴拉望島嘅海軍基地，就係呢個島。中業島距離巴拉望島咧就有500公里遠，而距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咧就有800公里。而中業島向西北方向，距離越南金蘭灣咧，亦都同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差不多，就有550公里咁遠嘅。而距離我哋中國西沙嘅永興島基地咧，亦都只有670公里遠啫。所以中業島嘅位置係比較居中嘅。而現在距離中業島最近嘅中國島礁
究竟係咩島礁呢？答案就係經過我哋吹沙填海嘅駐碧礁啦。嗱，而家駐碧礁咧，其實可以名副其實叫做駐碧島，因為喺駐碧島上面咧就已經有咗我哋中國嘅空軍同埋海軍基地喺上面噶啦。駐碧島基地啊，就距離中業島咧大概只有27公里嘅啫，真係可以話到係相當之近。求其用一啲比較遠程嘅火炮，我哋就可以喺駐碧島上面打擊到呢個飛佔嘅中業島噶啦。嗱，菲律賓呢，亦都喺中業島上面啊部署咗佢哋整個南沙嘅所謂指揮部，就係喺呢個中業島上面噶啦。而且菲律賓所派駐到喺中業島部署駐守嘅士兵呢，大概就有50多個左右。其實如果菲律賓繼續強行嚟到執行搶佔黃岩島嘅計劃嘅話呢，咁我哋下一步就可以實施計劃奪取翻中業島嘅計劃啦。頭先我哋講過啦，中業島上面先至得個50幾個士兵，講得唔好聽啲啊，就算喺駐碧島上面齋用一啲火炮，就已經可以將佔領喺中業島上面嘅菲律賓武裝部隊以及係軍方人員進行到團滅㗎啦。再唔係嘅，我哋只需要派一艘好似係075式嘅呢啲兩棲攻擊艦，其實亦都可以完成到登島殲滅菲方駐守當地軍方人員嘅呢個作戰任務。一艘075嘅兩棲攻擊艦呢，同樣都可以係有足夠嘅兵力完成任務。所以話到呢，喺軍事上嘅角度嚟講，中國要拿下呢個中業島呢，係絕對冇問題嘅。嗱，呢個時間有人就會話：咦，咁樣嚟到去攞翻中業島，算唔算係違反咗喺02年生效嘅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啊？因為準則裡面講到喺2003年之後，各方都唔能夠佔領新嘅無人島嶼嘅。冇錯啊，準則上面係講到唔可以進佔新嘅無人島嶼，但係中業島佢唔算係無人島嶼，佢有50幾個菲律賓士兵喺上面嘅。嗱，法律字眼上面一字一句皆不能改動，所以中業島咧係唔存在住呢個問題嘅。因此我哋攞翻中業島或者其他嘅島嶼都唔算係違反咗呢個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嘅。更何況正如我哋之前話齋啦，係菲律賓挑釁在先嘅，菲律賓要搶佔我哋黃岩島，中方咁樣做咧都係後發制人啫，係菲律賓先喐手先嘅。所以如果菲律賓真係夠膽實施佢呢個所謂嘅黃岩島奪取計劃嘅話，菲律賓方面啊肯定會係偷雞唔到蝕渣米。況且我哋攞翻中業島嘅呢個行為，仲可以俾到其他南海國家作為示範睇到，攞到一個以儆效尤嘅作用添。中國呢一刻採取嘅都係強烈忍讓克制嘅措施，但如果真係發生咗武裝衝突，要出動到真架撐、真火炮嚟到開火啦。如果菲律賓真係玩大咗啦，其實對於我哋中國嚟講就係一個歷史機遇。中國可以趁住呢一個機會嚟到合理地出師有名地收翻嗰一啲俾菲律賓佔據嘅島礁。如果菲律賓再夠膽咁樣玩落去嘅話，肯定係得不償失嘅。當然我覺得如果事情越鬧越大嘅話，反而咧就唔係一件壞事，反而咧係一件好事，仲係天大嘅好事添。因為我哋等住呢一日咧都等咗好耐啦，都不知幾想菲律賓越玩越大，唔使再忍佢，一鋪過同佢清袋啊！到時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順派人直接駐守黃岩島又得，攞翻中業島又得，或者強行拆除現在坐灘喺仁愛礁嘅嗰艘篤眼篤鼻馬德雷山號又得。到咗嗰陣時候啊，我哋仲可以實現翻啊我哋南海大三角嘅戰術。因為而家黃岩島咧可以話到係整個南海大三角所剩翻落嚟嘅最後板塊。咁乜嘢叫做南海大三角？同一時間仲有個南海小三角噶。咁我哋依家咧就去翻一幅圖先，大家咧喺聽完我解釋之後咧就會十分之清楚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啦。嗱，以下呢幅圖咧，我哋就可以從圖中裏面見到整個南海嘅範圍入面，我哋所部署到有空軍以及係海軍基地嘅一幅部署圖嚟嘅。其中有基地嘅位置咧，我哋就以紅色嘅圓點嚟到標誌住。嗱，從圖中我哋可以見到喺南海比較靠上嘅一方咧，就由永興島即係永興嘅基地啦、黃岩島啦，以及係駐碧礁嘅駐碧基地，將佢哋三個
畫成一條直線嘅話呢，就會顯示到一個倒三角形狀，比較大嘅三角形嘅。呢一個呢，就被稱之為南海裡面嘅大三角。然之後喺大三角嘅下面就由駐碧島基地、永暑島基地同埋美濟島基地，呢三個都係近年嚟最新吹沙填海造陸而得出嚟嘅空軍以及係海軍基地，就仿如好似喺整個南海嘅中心一樣，位居住正中嘅位置嘅。佢哋都有個特徵，就係呢三個基地嘅距離之間非常之近，可以話到係直插到南海嘅心臟地帶嘅。如果將呢三個位置比較近嘅基地再用直線將佢連起嘅話呢，就會形成一個仿如小三角形嘅形狀，因此亦被稱之為南海小三角嘅。南海嘅大小三角大概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嘅由永興基地、黃岩島以及係駐碧礁上面嘅基地組成嘅大三角，以及係由永暑島基地、美濟礁基地以及係駐碧礁基地所形成到嘅小三角，就係咁樣嘅意思啦。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個現象，從依幅圖睇，藍色嘅位置呢，就係我哋仲未有任何軍事基地，但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重要嘅位置。就例如以南海大三角咁計，永興基地有啦，駐碧基地有啦，但係黃岩島就冇基地嘅喎。咁樣又點能夠有效喺黃岩島冇空軍或者海軍嘅基地底下形成真正嘅南海大三角戰術呢？而再將整個圖片放大咁睇，其實嚴格上嚟講，如果要令到整個南海都穩守嘅話，咁樣我哋所需要到嘅駐軍基地，其實應該係要部署喺不論係紅點或者係藍點裡面嘅。但係偏偏咧藍點嘅位置就仲未有任何嘅基地或者前沿基地去到把守喎。呢啲仲未有前沿基地去到把守嘅地方，除咗黃岩島以外呢，仲有位於南海西南面嘅萬安灘，以及係最南端嘅曾母暗沙。其中萬安灘呢，就係經常越南人闖入嘅地方，嗰度仲係越南用到嚟偷偷主力開發南海汽油資源嘅重要地方添。所以萬安灘嘅形勢呢，同樣都係比較緊張嘅。而曾母暗沙嘅情況就稍為好啲，因為佢所處於嘅位置就並非係越南或者菲律賓等等呢啲玩嘢嘅國家，但係佢由於差唔多位處於我哋南海九段線裏面最南嘅位置，所以喺呢一度呢，理應係有一個前沿嘅基地喺度嘅。當呢啲地方都部署晒基地嘅時間，就能夠喺南海嘅幾隻對角嗰度形成拱手姿勢。而且喺南海嘅正中央，我哋已經有三個已經吹沙填海造陸嘅海空軍基地，就嚟到喺邊一方有事嘅時間就可以及時作出支援，做到定海神針之用嘅。咁有關萬安灘同埋曾母暗沙呢兩笪地方點樣嚟到去部署我哋嘅兵力，咁就留翻日後先講啦。我哋而家就嚟到最先集中黃岩島嘅事情上面。如果黃岩島喺菲律賓強佔嘅情形底下，而使到我哋出師有名，可以喺擊退佢哋之餘，再能夠順勢咁去對黃岩島進行吹沙填海工程，正式建築黃岩島嘅話，咁會為我哋帶嚟咩好處呢？除咗完成到南海大三角嘅戰略以外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黃岩島距離菲律賓呂宋島非常之近。頭先我哋講過啦，黃岩島距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都只係350公里嘅啫。而最緊要嘅就係佢距離美軍駐菲律賓基地，亦即係呢個蘇比克灣基地，仲只有262公里嘅呢個距離。而家我哋都知道菲律賓已經容許美國重新駐軍㗎啦。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如果任由美國嘅駐軍進出蘇比克灣，呢個舉動咧實在太過危險啦。而咁啱，只有黃岩島基地嘅建成，先至係能夠有效克制住部署喺呂宋島嘅美軍嘅最好方法。因為佢嘅距離夠晒近，只需要喺黃岩島上面配備遠程嘅對空警戒雷達，咁樣就可以形同對整個菲律賓島內嘅美軍形成全天候監視嘅情況。咁樣就可以大大削弱到美軍喺菲律賓嘅存在感以及係實質作用。所以黃岩島嘅價值係十分之重要嘅。以往就因為
中國同菲律賓處於蜜月期嘅狀態底下，中菲關係冇咁緊張，所以我哋一直先至唔將黃岩島進行到吹沙填海嘅工程。但係而家已經完全唔同啦。既然菲律賓你都話想要攻佔黃岩島嘅時間，咁樣喺呢個時候啊，我哋就無需再客氣。不過講開又講，黃岩島嘅吹沙填海工程呢，並唔係咁容易嚟到去進行嘅。之所以喺頭先我哋嘅嗰一幅圖，嗰一幅南海大三角與南海小三角嘅嗰一幅圖，藍色嘅位置上面依然未有我哋嘅基地建成，而取而代之先由紅色嘅位置起晒我哋嘅南海基地。嗰個原因就係啊，除咗政治上嘅考量，仲有藍色圓點上嘅位置，其實如果要進行到吹沙填海造陸嘅工程，其實難度咧係會比較紅色圓點嘅位置係要高得多嘅。其實亦都同地理位置、地理環境係有絕對嘅關係，所以先至咧至今依然都未完成吹沙填海嘅工作嘅。就以黃岩島為例，我哋去翻一幅圖睇下先。嗱，雖然呢幅圖咧就略顯有少少粗糙，但係呢幅咧都係唯一我揾到關於黃岩島環形礁盤嘅剖面圖嚟嘅。嗱，即使係睇唔明呢幅圖都唔緊要，等我攞把口去講，去到解釋就得噶啦。其實呢幅圖嘅意思就係黃岩島露出水面嘅嗰個部分呢，的確係比較少。而喺圖中嘅右手邊最右嘅位置呢，就係黃岩島嘅潟湖嚟嘅，其後就係礁石嘅邊緣、礁石嘅內層、中層同埋外層，由右至左咁樣睇上去就得噶啦。而當中呢，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位於黃岩島嘅外邊，就正如我哋之前話齋啦，佢喺水底下面睇呢，真係一座高山嚟嘅。你睇下黃岩島嘅邊緣同出面嘅海域係差不多係呈住90度垂直傾斜咁樣嘅態勢嘅，亦即係表示到啲乜嘢啊？就係話到如果要對黃岩島進行吹沙填海工程嘅話，個難度會比較大，因為喺整個島嘅出面幾乎係冇緩衝地帶嘅，一嚟就好似斷崖式咁樣傾斜落到去深海，而且從圖中裏面我哋可以睇到水深一下子咧仲去到40-50米咁深，如果再往外行嘅話咧，仲會去到水深達1000米，再遠啲咧就成3000米咁深添。所以基本上嚟講咧，你可以填嘅範圍就比較少，因為你都冇可能填上咁深水嘅水深噶嘛。而且好簡單，當你填海嘅時間咧，由於佢水實在太深啦，一下子咁傾斜嘅時間咧，啲泥沙係好難食得住你想填嘅嗰個部分嘅。一擺啲泥沙落去嘅時間咧，就瀡走咗。相信呢個現象大家都應該諗到嘅。而且當中咧仲有一個難點，就係由於黃岩島嘅附近都係咁水深嘅位置，所以係好難出動到好似我哋之前見過嘅吹沙填海工程嚟到去咁樣做嘅。因為即使出動到天坤號呢啲大型嘅搞式挖泥吹沙填海船都好啊，由於黃岩島嘅附近水域實在太水深啦，所以佢嘅挖泥同埋抽沙機咧都唔可以深入到咁深嘅海底嚟去進行挖沙，然之後再進行到吹沙上陸嘅工作。嗰啲沙嘅來源咧唔可以喺附近海域度攞啊！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對黃岩島吹沙填海造陸嘅一個大難點嚟嘅。嗱，雖然黃岩島進行填海嘅工程會比較困難，但係亦都唔代表黃岩島就冇辦法填嘅。好彩嘅就係黃岩島嘅礁石盤個闊度咧都幾闊下，就咁填滿佢靠近水面嘅位置，不但止佢嘅水面唔算太深，而且個闊度咧亦都係足夠嘅。但係如果你想去到對島外面近海嘅位置再填出嚟嘅話咧，咁就比較困難啦。但係喺島內面環礁入面嚟到去填咧，其實都仲係可以嘅。咁當然啦，呢個時間有人就話到喺黃岩島潟湖裏面其實都有適當嘅泥沙可以用到嚟進行吹沙填海工程嘅啫。其實都可以採取潟湖裏面嗰啲沙嚟到吹沙填海嘅。呢個方法唔係唔得，都係可以嘅。但係咁樣做嘅話呢，潟湖就會變得越嚟越深，有機會啊到你挖晒裏面嗰啲泥沙之後呢，都唔能夠填滿整個咁大嘅黃岩島嘅。所以如果要將黃岩島進行吹沙填海工程，或者叫做進行填海工程啦，嚟到起基地嘅話呢，就要進行一啲比較另類，有別於之前去到填南海駐碧礁啊、美濟礁啊，或者係永暑礁呢一啲島嶼嘅有別做法，可能咧就比較適合於黃岩島嘅。相信以上我對
呢啲黃岩島上面嘅知識呢，係大家比較喺出面少聽啲嘅，而呢個亦都係新潮文深入分析嘅一貫作風。所以如果大家喺日後可能睇過一啲類似標題嘅新聞嘅時間，就睇到新潮文所出到嘅影片，咦又好似係講嗰個題喎，咁樣而去到選擇唔睇嘅時間呢，就一定會走寶啊！因為我哋嘅節目咧，通常都係慢工出細貨，好多嘅資料咧，喺一般嘅節目都係揾唔到嘅。呢個就係我哋嘅作風啦。嗱，咁講到最尾，而家菲律賓嘅所作所為咧，就有啲似幾年前嘅烏仔喎。大家情況都一樣，黐住自己背後有美國撐腰，就嚟到向大國發出挑釁，企圖從大國嘅手裏面搶到一啲本來唔屬於佢哋嘅利益。咁而家烏仔嘅下場係點？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菲律賓係咪想將自己變成下一個烏仔呢？睇嚟小馬可斯而家正行緊澤連斯基嗰條舊路啊！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咧就由到我格仔咧嚟到去介紹一下12月21號至1月2號今次為期13天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呢，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呢，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呢，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3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2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2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2天嘅行程啦。去到第3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講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咧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3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1000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去到第4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第4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悠閒嘅麗江古城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裏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
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㗎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4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係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啊，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好似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裡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裡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裡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廢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咧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咧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我哋咧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巒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咧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嗱，由於呢笪地方咧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咧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獾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獾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雄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獾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猛獾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
兩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啊，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啊，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沐浴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啊，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啊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啊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啊對面嘅緬甸㗎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啊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毋忘歷史。睇完之後啊，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裡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嗱，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咧，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啊！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咧，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咧，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去昆明咧，最近咧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咧，就喺前1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裡面嘅其中一段。
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咧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噶咯？亦即係話到咧，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裏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呢，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裏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斗南國際花卉市場。呢一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翻香港嘅。咁樣咧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咧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裡面所坐嘅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咧，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直播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今晚禮拜四晚10點鐘有我哋新潮文嘅直播，時間咧就係晚上嘅10點鐘，到時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